在昨天的前瞻过后，宣发的点铺天盖地的集中在福利上，没劲，真的很没劲。难道没有人吹一波开幕的这首曲子吗？讲真啊，米哈游的产品、文化、美术、音乐比游戏的玩法更有亮点。虽然咱不懂音乐，但这种地下硬核摇滚的饭真的非常斩劲。我真的觉得米哈游的竞争力其实不是游戏，而是它能把一个故事包装得很有吸引力，然后用游戏这个载体卖给你。那这是它和其他厂商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米家的产品，或者说绝区零，它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款很酷的产品，而我如果作为产品的用户，那我也会觉得自己很酷，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产品里的文化、内容还有气质的影响。那另外我喜欢米家游戏的一点，米家的游戏在上线前是产品思维，在产品质量的打磨上是比较极致的，但上线之后可能会受到市场、用户的反馈、企业内部的目标、运营压力等各方面的影响吧，往往就不如上线前做的那么极致了。但这不仅是米家的难题，也是其他厂商的难题。在服务用户和极致产品间寻找平衡嘛，这是长线运营游戏都无法避免的。所以我真的挺私心，希望米哈游能做一款买断制的游戏，抛开内购氪金的这种模式，完全用产品思维去做游戏。那这种模式对玩家来说体验应该是最极致的。说回到绝区零嘛，对于游戏的质量我觉得是没什么可质疑的，但是作为参与过2次测试的用户，还是先泼一些冷水。那第一个问题是剧情风格，不同于姐姐们有宏大的叙事，绝区零是单元剧、小品剧，是都市轻小说的风格。那这种日常向的风格其实还是蛮挑玩家的，或者说我觉得动作游戏的用户对于日常向的剧情不一定感冒。我觉得动作游戏的用户画像应该是喜欢看巨人、咒术回战等热血番的居多，那喜欢看南高日常、干物妹小埋的人应该是不多的。那绝区零的剧情给我的感觉就是后者，所以这次加跳过应该说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了。毕竟从前几次的测试反馈来看，部分玩家连走格子都觉得烦，那么再看日常的剧情可能就是烦上加烦了。那么当一个游戏吸引了动作向的玩家，又吸引了剧情向的玩家，未来在角色的评价上是否会产生矛盾、拉踩节奏呢？以我们观察原神和星铁的社群来看，我觉得应该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如果有人要扣什么混测的帽子，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很想要 ML 的二游，但是你可能真的把二次元想得太狭隘了。在我看来，绝区零是很正统的二次元风格。如果你有看过80、90年代的这些动漫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很清楚我在说什么。那回到剧情这个点上，我希望绝区零能够保持测试时候短小精悍、泡面番量级的剧情，不要尝试在剧情上爆发产能，有的时候吃多了会腻，而且你是一款长线运营的游戏，短小精巧，让玩家意犹未尽，才能持续抓住玩家的阅读欲望。然后呢，是养成和运营的方式，米式养成加长线运营，我觉得是十分消耗玩家精力的一套组合。就是作为玩家，我只能玩一款，多了就是走马观花，玩不精，玩的也不深入，而且玩的时间久了，重复性是不可避免会带来疲劳感的。那么绝区零作为又一款同类型的米家游戏，虽然在养成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轻量化设计，但是这种同质的感受依然很明显。所以玩家在原神和星铁中积累的养成疲劳感是否会影响到这个游戏的留存率呢？我并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对于之前没有接触过米家游戏的玩家，玩得津津有味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或者说他能把姐姐们的缺点给补齐，比如原神福利低，星铁没有动作性，然后吸引到这2方面有需求的玩家。但是绝区零有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就是你抽到的角色它不能在箱庭世界里操作，只能去副本里战斗，那这种体验或许会让很多玩家不习惯。最后我私心的希望绝区零能设置一些高难度的关卡，不要用时间和练度去卡玩家，而是用操作去卡玩家。我觉得在游戏市场里，短平快数值爽的游戏类型实在太多了，虽然这是人性的弱点，利于玩家付费，但是难一些、独特一些、少赚一些，对玩家来说游戏的乐趣反而会多一些。那么以上就是我对于绝区零的一些看法，非常的主观，仅作为分享。那么我们拜了个拜。